你好大的胆子！这人抓不得！不好了，亲兄弟闯大祸啦！杀我天圣教必反！将那狐狸和狮子拿下，带回大理寺。皇帝也在圣教暗查里眼线。按律，满门抄斩。书接上回，秦牧刚回到世子居，一位重量级人物已在院中等候。此人正是威震天下的延康国师。胡灵儿翻遍家底也找不出像样茶水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但国师不在意这些俗礼，他的目光直接落在秦牧身上。秦牧仔细打量这位传奇人物，国师容貌不算俊美，却越看越顺眼，尤其那双眼睛蕴藏无尽智慧，对这位变法开拓者秦牧怀有敬意，但也清楚他是心狠手辣的铁腕人物。在秦牧看来，国师是个复杂矛盾体。国师开门见山点破他圣教主身份，问他为何见到自己不惊慌。秦牧镇定自若地回答：国师若要杀我，惊慌也是无用，不杀我天圣教不反，杀我必反。我的命没天圣教那么贵重。这番回答让国师微微点头，但他警告秦牧太过自以为是。他追问为何断言天圣教不造反，秦牧给出关键理由：理念相同，无需造反。他解释说，现在延康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天圣教，为何要反自己？国师进一步逼问何时会反。秦牧神色肃然，朗声道：待到国师背叛天圣教理念，延康不在天圣教时，必反。此言可谓胆大包天。但国师非但没动怒，反而称赞。秦牧坦言，在国师面前说假话没有意义。国师踱步到井边，坦言想法。原本想掌控秦牧，助他站稳，现在放弃这想法。因拥有坚定理念的人最危险，也最难被说服。不过话锋一转，好在理念不冲突。谈及道门大雷音寺，国师态度坚决，要看他们能否做到知行合一。若能，必除之；若不能，可存活。秦牧心头大震，问国师自身理念。国师未直接回答，说不要看我说什么，看我做什么。理念体现在做事中，即知行合一。秦牧代表天圣教表态，支持平叛，但需要国师承诺，不过河拆墙。国师回答展现超凡格局，他说不会需要天圣教作为，悬在头顶的剑鞭策警醒自己，甚至说若违背理念，等你来杀。这番话让秦牧感到一阵悚然。国师离去后，他汗毛炸起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延康国师不是人，他要么是怪物，要么是真正圣人。这场对话冲击极大，秦牧抓住灵感，投入功法完善，要在霸体三单功基础上创功法。他成功融合大禹天魔经精华，尤其是九转三正玄功。新功法不再单纯催动其他神通，而是完美发挥各种法门力量，做到真正兼容并蓄。然而福兮祸所依，新功法效率高，消耗也恐怖。秦牧没察觉身体正飞速枯竭，被秘书间提醒，风吹头晕目眩，才惊骇发现变得骨瘦如柴，肉身几乎油尽灯枯。再修炼下去唯有一死。秦牧吓出冷汗，停止功法，冲往库府买药路上开始炼丹，手法眼花缭乱，炼成一小灵丹，一口吞下，跑回院子栽倒在地。昏迷前说助我催化药力，醒来后虽保命，但身体仍干瘦，处于严重亏空状态。他感到前所未有饥饿。胡灵儿、龙麒麟自告奋勇找吃的，他们盯上玉龙湖国宝红龙里，龙麒麟扎进湖，看守道刃阻拦，法器浮尘被震碎，落荒而逃。捞上3丈长半鱼半龙鱼王。胡灵儿又看上上净树桑树，砍了当柴火。世子居众人目瞪口呆。秦牧院子浓烟滚滚，香味四溢，用上净树烤皇帝御上红龙里。秦牧边吃边点评，没腌制入味。夸桑木烤鱼有果香，夸桑木烤鱼有果香。运转灵环丹大补功，转化养分，干瘪身体如充气般鼓胀恢复。好友魏庸闻香而来，大快朵颐，得知来历，吓得面如土色，连呼有几个脑袋也不够砍，失魂落魄溜走了。麻烦立刻上门。护理暖闻讯又惊又喜，直呼这双鞋合脚，立刻带人拿贼，却发现秦牧被宫里人请走。护理暖大喜，以为皇帝问斩，立刻进宫面圣吩咐所拿胡与龙。御花园见太后被秦牧逗笑，皇帝也在旁。顾里暖禀报罪行，强调死罪，按律满门抄斩。关键时刻，太后开口说：“哀家也以为小神医当斩。”在场所有人都愣住。太后道：“不斩他，天下人怎知？皇帝贵语而不贵人，斩了他才知道皇帝是昏君。”炎封帝哈哈大笑，挥手退下他，称区区小事。顾里暖碰一鼻子灰，委屈万分，回去灰溜溜放了胡灵儿、龙麒麟。事后，炎封帝单独与秦牧散步，点破他天圣教主身份，笑问是洪福齐天还是心腹大患。
秦牧机智回答：“若道门道主如来投诚必封1品，天圣教主投诚却只得6品，岂不让忠臣寒心？”严峰帝被说得一愣，也投诚有理，但因年纪小暂不升官。最后让秦牧胸襟大度些，不要总给顾里暖穿小鞋。秦牧嘴上喊冤，心中大石落地。皇帝国师之底细反而安全了。10几天后，龙钱换钱堆满西屋，霸山祭酒顺走他几袋钱。秦牧被顾里暖点名参加评判，还特意照顾给几个普通世子，让他带队。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另一双小鞋。新的挑战就在前方，等待我们的少年教主。都是瞎猜，做不得数。小狐狸，你帮我斩龙骨，我传你更好的功法。胡灵儿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前辈一呼救，细绮罗就不响了，恶念消失了。可刚刚他以为能脱困，恶念就又出现了。原来恶念是他的。没错，他饿了太久，想要吸食血肉，却见我们有细绮罗守护，索性骗我们帮他，然后杀死我们。臭小子，你进了这里，就注定再也无法离开。危险！快跑！杀了我们，也没法脱离玄冰。放心，我至少能再维持100日，等待下一个猎物。休想！八体三弹弓！你逃不出我的掌心！胆敢见死不救！我乃堂堂太子少